近日，英媒《欧亚时报》宣称，中国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士气如何跌落恐惧和缺乏热情。这英媒根本没有经过仔细的调查，就能得出这种可笑的言论，基本上和对岸的媒体有一拼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进入新世纪以来，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堪比世界任何一个大国，种种先进的武器数不胜数，纷纷大量列装中国军队。一向对中国军队颇有微词的印度媒体也酸了，眼看中国军队装备的都是自主研发的先进武器，而印度自己却装备的是花巨资从国外购买的武器装备。这些装备无论是从性价比和先进程度，显然是无法与解放军装备的武器相比。但是印媒依然是照黑不误，什么从法国购买的阵风战斗机可以应对中国的歼20隐形战机，这种糊涂话都能说出口，可见其反智主义的盛行。而近日，印媒《欧亚时报》忽然开始说起中国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士气如何跌落恐惧和缺乏热情，让人感到非常滑稽。俗话说得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印媒根本没有经过仔细的调查，就能得出这种可笑的言论，基本上和对岸的媒体有一拼了。英媒《欧亚时报》开头引用了一段美国之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军力报告。这份报告声称，目前解放军拥有目前世界规模第一的陆军力量，现役91.5万人，是美国的2倍。此外，中国的海军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预算高达2091.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但是，虽然即使中国有如此庞大的现役常规部队力量，但是中国这个军事巨头在另一个关乎人性的方面却失败了，那就是中国军队的士气。这也是印媒一直强调的问题。目前，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兵来加强和提升。但是目前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对加入人民解放军不感兴趣。因此，为了弥补这一差距，中国军队开始向广大的高中毕业生进行招聘。解放军最近开始向没有足够资格获得大学录取的高中毕业生进行招聘。中国在过去10年中也招募了更多的女兵。当然，不光在这一方面显示解放军部队士气低落，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去年有一段解放军士兵在部队的接送车上哭泣的视频，在印度网络上流传。据称，这是因为他们在高压地区服役的恐惧和缺乏热情的证明。而在2018年1月，一艘中国的潜艇在钓鱼岛附近被日本海自发现，因此中国潜艇迅速上浮，升起国旗，对日本海自表明身份。据推测，这些中国潜艇的水兵担心他们的潜艇遭到日本海自深水炸弹的袭击。这些事件也被认为是中国军队士气低落的表现。另外，现在新一代的解放军军人都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另一方面，印度媒体开始寻找中国军队的漏洞，尤其是在去年2020年6月，即解放军与印度军队之间发生致命的河谷冲突的月份。印度媒体描绘了一支虚弱、士气低落的敌军形象，也许是为了提高自己国家和军队的士气。当然，为了提升中国解放军潜在的低迷情绪，中国正在大力的发展无人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等远程武器，而且更加关注 AI 和信息作战。另外，解放军还在西藏地区建设了大型的住房设施和娱乐中心，以鼓舞部署在实际控制线附近高海拔荒凉地区的部队士气。从印媒的这篇文章，我们就能看出先入为主的偏见和造谣生非。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面武装力量就是印度，拥有120万地面部队，远超中国解放军陆军人数。虎妞就带大家逐一驳斥印媒的可笑言论。首先，中国军队参军人数非常火热，近几年来，部队招的大学毕业生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给出一组公开的数据。2016年，北京市新招的解放军战士为 73.63%， 而第2年就跃升到惊人的 82.7%， 一年将近10个百分点，不可谓不惊人。而从大幅上涨的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加入解放军，我们就能看出，这些有志青年对人民军队这一支神圣的部队充满了崇敬和喜爱，所以加入军队的有志青年才会越来越多。
因此，英媒声称的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对加入人民解放军不感兴趣，纯属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其次就是针对印度声称中国军队士气低落和网上流传的解放军士兵在部队的接送车上哭泣的视频。这个视频实际上是10名新兵因为告别父母，歌唱军中绿花而哭泣，并非什么士气低落。而后就是潜艇向日本海自表明身份，是为了防止被深水炸弹袭击，这话更是大错特错。我潜艇对于侵犯我国家主权的日本舰艇上浮升起国旗宣示主权，并对日本提出警告，并非是惧怕日本海自。要是日本海自敢做出出格的举动，那么他们只能得到重磅鱼雷的回应。最后则是针对中国高科技的武器发展和在边境地区建造大型的住房设施和娱乐中心，是为了提升解放军虚弱的士气，也是无稽之谈。印度军队的士气更低，而且也没有这些高科技和暖和的房子。印军环境恶劣不堪，甚至需要挖地道来保暖，还有冻死人的情况出现。因此，英媒根本没资格诋毁中国军队。不过，英媒此举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种通过贬低解放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法，将来终究反噬的是印方自己。